OK，大家好，这里是飘飘然油果论坛，我是飘哥。大家还记得咱们讲的推背图第37项庚子之年和38项辛丑之年吗？汉水茫茫，不济不统，水怪拿着人头，那么呢，人头半浸在水里。2020年确实是海波能使江河浊。近期的各地的大水和告急、开闸放洪等等措施，都是为了保证生命和财产的安全。同时，最近的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三峡会不会决堤？如果决堤会怎么样？咱们看一下地图，从三峡的地理位置来看，我们总结一下网上的分析，那就是接近三峡最近的地方，其实就是最危险的地方。有网上的报道说，炸不知咋炸，拆不知咋拆，修不知咋修。现在的专家们也是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，手足无措。上有洪水，下有洪水，水无处可去。而现在是6月，大家记得1998年的大洪水吗？所谓的洪水，那个时候发生在8月。而如果从那个时候计算的话，我们还有1个半月的时间。那么这1个半月的时间，我们怎么能扛得过去？那么呢，洪汛会不会再一次的到来，接二连三的到来？根据网上的关键时刻等等媒体的消息，现在的三峡呢已经超出红色警戒2米。如果决堤，到豫昌20分钟，到武汉10个小时，到南京和上海可能也就是在24个小时之内水就到了。而且水位呢会在最近的地方最高可能达到25米，稍远一点的20米、15米、5米，到上海那边有可能就变成几米。但是对于一个不会游泳的人，2米就可以致命的，或者是就可以造成人的恐慌。即便就是会游泳的人，在冷水之间里边时间长了也会窒息。如果真的决堤了，在大水中的人们想要的就是诺亚方舟。当三峡水库这么大的吞水量，对于下游的人们无疑就是身处在史前大洪水的那种状态之下，身处其中就是1和0的关系。这时候最能拯救自己的就是提前的准备，要找到自己的诺亚方舟。记得海奥华的巴卡拉蒂尼人吗？飘哥都讲过，对吧？停滞了几万年的飞船，到时候都飞不起来了。而且当时的灾难比预想的还要来得早一些。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告诉什么呢？在告诉人们，预防胜于一切。那么呢，网上出了好多的攻略，就是如果三峡决堤的话呢，攻略是什么？飘哥给总结了一下，在这里仅供参考。同时也希望呢，看视频的小伙伴们能够提供你的宝贵的建议，在评论区里边能够想到的，咱们就都要去做，都要积极的配合，都要积极的准备。生命可贵，对吧？首先第一点，咱们要建立一个信息渠道，积极的建群。那么因为什么呢？上游有水，真的开始决堤啊、泄洪啊等等，那么呢下游的话呢，应该马上就要知道，而且呢马上按计划离开。新闻呢可能来不及，但是呢电话或者短信等等应急的渠道是有必要的。那么呢这些微信啊、QQ 啊都要建立一个特殊的这种应急群。但是呢当然了，我飘哥想到一点，就是也要防止狼来了的恶作剧，不要说是洪水没来，然后有人在群里边乱说话、造谣或怎么样，那么造成群众的恐慌，那就是完全没有必要的。但是呢，我们可以进行预演，就是在群里的人事先通知进行预演，这样的话呢，让人预演2遍或3遍的话呢，人们就有了一个思想的准备，到时候的话呢，不会过分的慌张。可以想到，如果要是20分钟到一场，或者是30分钟到一场等等，看起来有那些30分钟、20分钟甚至1个小时的时间。然而，如果你要是慌乱的话，这些时间对于逃生来讲是极为宝贵的，甚至是完全不够的，所以一定要预先准备。第二个呢，就是逃生路线。
可以根据自己城市的状况安排到下一个城市，到哪个城市去，那么呢，或者是到哪一个高的地方去，高地、山坡、高山，我们提前离开，那么等到红汛过去之后再回来。第三个，对于还在家乡留守的人，那么呢，要准备好救生衣。现在准备或许还来得及，应该是家人呢，每人都要有救生衣。所谓的留守的人，不是说你洪水来了你还在那里留守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对于平房来讲，可能就直接被淹为平地了，对吧？那么我们所说的留守的人呢，就是在之前或者是在雨季没有提前走开的人，还在家乡的人。如果你有一个救生衣的话，那么呢，如果真的被泡在水里了，它可以延长你的在水里边的存活时间10倍，甚至几十倍。在国外也是一样的，每个人如果在汛期的时候做准备的时候，其实救生衣一般都是家里必备的条件。那么也有人建议呢用车轮胎，但是一定要记住，车轮胎的话呢，其实要事先做一定的练习。用车轮胎作为救生器，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技巧的，大家应该搜集一些这方面的信息，好吧？那么也有人说把木头捆成木筏状，那么呢也可以用应急，这些都是一定的措施。第4点就是手机保持24小时开机，要随时保持身边要有充电宝，手机不要静音，在睡眠的时候也要保持手机开机，保证随时有汛情的话呢被叫醒。那么呢第5点就是观察自己家中的小动物或者宠物的反应，如果小动物出现异常反应，在屋里边犬吠不停，要出门等等动作，家人要有所意识，带上必需品，主动离开。第6点就是注意，如果我们说的都是如果了，好吧？如果决堤的话呢，可以开车，但是一旦堵车，我们要考虑到，那就会有很大的麻烦，要有备用方案。也有网友建议说开摩托车，但不是每个人都会开摩托车的，开摩托车带着一家3、4口也不是特别的安全。那么有条件的话呢，如果你会开，各方面条件都具备，可以。那么呢第7点就是家里有老人，如果家里有老人的话呢，应该把老人事先要送到其他的亲戚家，或者是其他有条件的其他的地方，安全的地方。因为老人如果在汛期来的时候，肯定是走起来不方便，而且也很危险。把老人们送到其他地方去，等到雨季过后没有什么危险了，那么呢雨季之后再回来。希望大家的话呢都能够平安的度过，保护好自己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再次提示小伙伴们，在评论区呢评论区放上你的想法，咱们做一个征集各地的逃生路线，哪怕是一个链接，哪怕是一个观点，都可以让大家来参考，这也是为洪灾出一点微薄的力量。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孤独看飘哥。非常感谢你的收看，飘哥也非常希望能够看到你的观点。其实飘飘然油管论坛，飘飘然飘哥也都是想为在水深火热中的人们做一点绵薄之力。点击订阅，点赞，然后在评论区留言吧。非常感谢大家尽的一点点力量。 Peace out。 那么呢咱们闲话少说，咱们看一下网上的这些攻略飘哥给总结了一下。那么有可能它不是很全，但是呢它给大家提供一个积极的小平台在这里，那么呢让大家去讨论，然后让大家呢去填补，好吧？那么呢我们一起希望那个飘飘然飘哥飘飘然油管论坛的话呢，也能够在咱们这个小小频道里给大家提供一点点便利的知识，一直如此的信念。